享一下，遇到都没好事啊，开始了吗？好事了。就是老跟我玩梗，就是因为我们俩都是在节目里面就是很熟了，然后经常是在节目里面碰到，所以两个人就很难很严肃的、很正式的那种采访对话。今天是在一个红毯的场合，但是两个人还是像平时一样，就比较搞笑吧。其实今天自己想严肃一点，就是想正式一点，但遇到迪哥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搞笑，所以你们刚刚有分享什么梗？因为我们在后台没有看到。因为之前我们录节目不是老说，就是我们俩有个组合叫猴鼠一家，他是鼠系帅哥，我是猴系，上来就来个这样的自我介绍，就直接我前面红毯走的那个就崩了，他自己想好一段特别酷炫的介绍，就腰杆挺得笔直，然后拍照片出图，结果遇到迪哥，大家好，我是鼠系帅哥，那我怎么办？我只能接了呀，一下被那个迪哥给带偏了我的红毯状态，但除了迪哥之外，不知道刚才还有在红毯区见到其他的好朋友。在我前面，在我前面的是飞宇嘛，对，然后在我前面是露丝，对，就是我们私下都算就是认识啊。因为好像今年也要跟飞宇一起来发表一段青年演员的这样子一段演说，准备的怎么样呢？我准备的就比较简短，但是就是也是我自己比较内心的一些想法吧，就是比较简短直给，然后就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恩和表达一下自己想对大家说的，或者之后自己的目标这样，因为其实今天在我们大会上也斩获了这个最受瞩目演员的这么样一个荣誉，来分享一下得到这个荣誉的感受。很荣幸，很感恩。其实，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是觉得，有那么多人喜欢看自己演的戏和自己的角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获得这个奖，我也是非常感恩和感谢的一个状态。当然，就是还是要让自己，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去演更多的这样好的角色、好的故事来呈现给大家。但是，所以受瞩目这件事情会让你更有压力吗？现在我觉得那是一个对自己的鞭策，是对自己一个鞭策，就是这个瞩目其实会，就是提醒着我一定要用一个高要求的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然后让自己去在角色里面、在戏里面做得更好一些。因为今年其实主要也是因为东方青苍这个角色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其实这个角色结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果你现在再回看这个角色带给演员王鹤棣或者是王鹤棣什么，你会怎么分享？我觉得《苍兰诀》是有一个对我来说，就是也是被大家关注的很多的，然后对我来说意义也是很重大的一个这样的作品，然后也是一个备受大家瞩目的，我称之为我觉得就是算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角色吧。对，所以就是还是感谢大家的喜爱。所以会有一点担心，可能之后在一段时间内，观众可能就有点对你定性了，可能或者就以角色名来称呼你了。首先，我觉得以角色名来称呼我这个倒没啥，我觉得就是自己的角色能被大家记住，能被大家喜欢，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而且我也不担心说，就我没有特别担心，因为我觉得就是之后的我的角色和戏就是和东方青苍的那个差别还是蛮大的，所以就是我自己也不想就局限在一种类型的角色里面，我还是想去尝试更多丰富多彩的角色，所以我还好，没有很担心。但其实成为演员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啊，你会怎么用阶段性来总结，比如5年演员这样一个成长呢？你会自己这样子看？我觉得就是脚踏实地，一部戏一部戏的累积，每一部戏进步一点点，大概就是这样。那对于可能有些网友感慨说，弟弟现在终于被看到了，然后以优秀演员的身份被大家这样赞赏，然后你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叹？其实不敢当优秀演员这4个字了，我觉得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觉得就是做好我自己的，认真对待我的角色，认真对待我的每一个作品。对于下一个5年，自己有什么小小的目标吗？我觉得还是继续保持吧，就是脚踏实地的把目标放在自己的当下的每一个角色里面。有没有比较大一点的野心？野心当然是有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是
要靠行动去说的，而不是现在就是靠嘴来说的。就是当我能达到我的那个野心的时候，我会说出来的。就现在先藏在心里。对，我觉得现在就是藏在心里面，自己好好努力就行了。因为今年，因为看你自己的新戏就《以爱为营》也正在拍摄中，然后有网友也会调侃说你会觉得东方青苍跟实业哪个更逼 king 一点？其实不太一样，就是角色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嘛。而且类型和题材也不一样。就当然实验不可能像东方青苍一样，就是去那种打架的戏、打斗的那种戏。然后东方青苍也不会像实验一样，就是那种就是比较偏现实主义一些的这种行为吧。我觉得两个角色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就是不用放在一块去比较哪个更那个啥一些。那这样吧，用几个小小的线索和关键词，稍微给我们剧透一点点关于新戏的一些线索。哎呦，剧透什么？这事儿我还得回去好好跟导演讨论讨论。剧透些什么？就是我觉得，实验还是一个蛮 nice 的一个当代男性的一个样子。然后里面的这种对手戏、情感戏，我觉得也是比较偏就是现代，然后偏就是大家现在当代年轻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还是到时候看起来应该还是会蛮精彩的。那这样吧。分享一些剧组日常，因为可能之前我们看到热搜有，比如说你穿西装吃火锅，什么拍吻戏看到粉丝表情，可能有一些这样子会路透出来。日常就说一个昨天吃火锅的吧，就其实戏里面我的人设是一个不爱吃火锅的人，但我本人是一个四川人，我对火锅的那个爱就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就是导演一喊开始的时候，立马进入实验的状态，然后对火锅那个眼神都是，是不喜欢的。然后一旦喊咔，然后就立马会拿上一副筷子，就开始狂炫狂吃，就是在两个状态之间来回切换。所以我们看到路透图里看到，就你很开心的样子，就是王鹤棣本人在吃火锅，当然，实验在吃火锅，当然吃得非常开心。了解。那其实除了那个剧的方面，然后其实今天也继续在综艺方面发光发彩，像你刚才说的有《你好星期六》跟迪哥的一些互动什么的。然后你自己在拍综艺的时候状态会有什么样的？我觉得我在综艺节目里面更多是在沉浸式的体验和玩没了。那分享两个好玩的吧，就最近可能就之前拍综艺，就最近就是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录综艺节目了，因为进入到了剧组的工作里面。然后我想一想，最近的一次录制都有点回忆不起来，隔的时间也比较久远了。就是即将要和大家见面的是那个我们苍岩海，就是在《苍兰诀》里面的两个兄弟的一期节目，然后那一期节目也蛮好玩的啊。然后还有啥细节也想不出来，分享一个那个啥吧，就是当时在准备的时候，大黑龙跟我撞衫了。然后大黑龙穿的那件衣服是我穿过的，我就告诉他我说：“嘿 ，bro， 你那衣服我穿过。”然后大黑龙立马就去换了一件啊，这个还蛮搞笑的。了解。那如果比如说之后有机会在更多领域的综艺上面有一些表现的话，你想参与什么样的领域，拍摄什么类型的综艺？我其实我这个没什么就是局限，我觉得综艺节目都是就是去玩去体验，就是棚综也好，户外真人秀也好，我觉得都挺有趣的，我都挺想去尝试的。当然，就是可能现在都在剧组里面拍戏的话，可能就是会把重心放在拍戏上。那没局限，肯定有偏好。比如说，我想挑战一下，比如语言类脱口秀，或我喜欢体育，我想参加滑雪节目。当然体育那是最棒的了，如果有打球的综艺，那是最开心的了。然后当然在游戏里面，就是节目里面就还是游戏更多，然后就是那种好玩的游戏更多一点，自己就比较偏爱嘛。那未来在影视方面还有哪些更想挑战的一些角色？我现在特别想演一个反派，演一个坏人。很多演员一说想演什么都会说我想演一个什么大 boss 反派坏人。那你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就很过瘾啊，就是会非常过瘾。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表演空间很大吧，还有就是自己可以比较放飞了演。你有看过比如什么经典的电影或者影视剧里面那种反派，你觉得吗？很多，就比如香港以前那些电影里面的警匪片里面的，就自己都特别喜欢。就演个什么卧
卧底什么的。哎，对，卧底的话就可能那个表演层次会更多一些，对，然后就看吧，我觉得就是还是挺期待的，刚刚也分享，其实最近的生活主要是在剧组拍戏，那有什么比如调节自己或比较休闲的一些消磨时光的方法？如果收工早的话，就打球，打球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运动，对我来说，然后或者是去健健身这样，对，因为最近在饮食上和作息上会比较克制一些，所以可能就运动来调节。那可能最近你刚因为你很爱打球嘛，但其实最近世界杯有踢球这个，然后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有在关注一些比赛或者是一些球员吗？我就是对足球的话了解的没有那么多，就是我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打篮球，对，当然大家熟知的那些球星我还是知道的，什么 C 罗啊、梅西啊、内马尔啊这些，就我也觉得他们都特别帅，而且就是看那些精彩的进球，我觉得还是会很嗨的。但是呢，由于世界杯它都是一个比晚上的比赛嘛，就想看比赛的话，肯定要熬夜追比赛。但是我第二天又要拍戏，所以其实很难追到比赛啊。就可能偶尔在微博上看看一些就是这样的消息啊，比赛的结果啊，这样。了解。那今年还有1个月也结束了，今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小愿望想去完成？就生活上的、工作上的都可以。多打几场球吧，就早点收工去打球。也没有。副业就想当个篮球。是，但怎么说呢？就是打篮球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事情，但是当然还是要认真。演戏同时也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两者都想兼顾一下嘛。对于明年呢，有没有一些除了工作人员给你安排的，自己有没有一些小规划？是我想问。明年我觉得还是能够有更多的好的角色和好的故事带给大家吧，就是好好工作啊，好好拍戏，有好本子，